加了5天班人就没了。啊！我穿成了这家的放牛娃。成亲3天还撑着呢，命挺硬。这只肥的抵你俩白吃的粮，牵走了。这只烂鸡留你们垫肚子吧。开春一化雪，这8亩地就是咱们的。行，都给我记着。相公，你醒了，快吃。一起吃。相公，家里就剩这只连大伯都看不上的病鸡了。大荒、青州、罗家庄，饥荒不断，武者横行，山里还有妖鬼传闻。我刚从死人身上活过来，难道又要在这破屋里眼睁睁看着他一起死？啊！万兽之主天赋觉醒，每3天可点化1只动物，赋予其独一无二的能力，可与其精神相连，点化越多，反崩宿主越强。金手指，我的金手指！饿，冷，快不行了。主人要是饿，就吃我吧。我听懂他想什么。这只病重的鸡是否点化？点化后，它将拥有唯一性。点化，马上！下的蛋是金的，蕴含天地灵气，凡人食用祛病强体，武者食用增进修为，宿主首次食用效果超级翻倍。祛病强体，这东西能救我儿的命。吃。我不难受了，身上还是暖的。初次食用灵气造物，效果翻倍，洗髓伐脉完成，境界提升，炼皮大圆满。这一拳能打穿土墙。灵元老母鸡，灵脉稀释的上古凤凰脉，实力轻松击败炼皮武者。一只鸡就断骨出奇。原主记忆里，全庄最强的族长才到这境界。本鸡饿了，要吃精米，要吃益虫，要吃好吃的。还是只会提要求的鸡大娘。罗宇，你个吃白饭的废物，给老子滚出来！哟，把鸡喂得挺肥呀，正好给虎哥下酒。还有你这小娘子，看着可不像病秧子。废物，睁大眼听好了，1周后祭祖大典，每户交10斤粮或者肉，交不出就滚出罗家庄，外片自生自灭去。这破屋连粒米都刨不出来，这肥鸡连人虎哥一并笑纳了。滚！你说什么？一个吃白饭的废物也敢跟老子叫板？躲得挺快，看你能躲几下！给我碎！武者，你是武者，你炼皮大圆满了。撵他不费劲，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，废了他！虎哥，要不先回去搬救兵？罗宇，你有秘密，我这就回去禀告管事。他知道了，放他回庄就是灭顶大祸。相公，你要去哪儿？在家等我，去做该做的事。乱世里，心不够狠，就活不下去。罗宇跑得挺快，可惜不够快。爷，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是罗虎逼我来的，我上有老下有小。跟着他踹我家门抢我鸡时，你可没缩着。真是你！别！看在同宗同族的份上，饶了我！同宗同族，
抢我鸡、打我媳妇儿主意时，怎么不说同宗同族？小时候把我按进冰河，想灭顶我时呢？我错了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你是武者。我没成武者的时候，就活该被你踩。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了结这3个，身子累，心更累。原主憋了18年的那口玉气散了。5两银，这个冬天饿不着了。功法，外庄的操把式全靠挨揍硬练，哪配有手抄的公册子？管他哪儿来的，我正缺个运气的法门，这残本是雪中送炭。相公，没事了，以后再没人敢欺负我们。别人练这个要挨大磨皮，我这身皮膜早被灵丹淬透了。功法铁布衫。主人，本姬出去找吃的啦。这山里的东西伤不了本姬。断骨境的鸡，这一带山林没什么拦得住的。相公，该成心情了。练了一夜，越过绝处不对，这路数太讲究了。外庄的操把式配不上，罗虎背后站着人，7祖大典还剩3天，这回该我上门了。距下次点化3天。铁布衫入门，精气旺得像烧着团火。相公醒啦，喝碗兔肉汤。哪来的兔子？今早开门就见门口扔着只肥兔子，脖子都断了，是他叼回来的。好家伙，点化第1天就知道往家叼食了。相公多吃，补补身子。我胃口小，吃不下。你是武者，要练功，可不能垮了。罗虎失踪，迟早有人查。我一个穷小子，突然拿银子买粮，傻子都看得出问题。这钱得有个干净来路。进山打猎，猎物卖的钱才干净。上门算账前，先把家底备足。相公要出门，米缸空着，我去弄点过冬的粮。放心，我力气大，外围的野物伤不到我。主人要打猎，本姬也去。你在家待着，你一个放牛的，懂什么打猎？带上本姬，保你满载而归。也对，原身放了10几年牛，打猎是真不会。那就麻烦姬大娘了。主人，你太慢了。往左，歪脖子槐树下，有货。这就开张了，出息！继续走，本姬给你指300步以外雪堆下3只肥兔子在睡。走，跑了！我挖洞射箭忙半天，连根毛没碰到。好家伙，这是母鸡里的战斗机啊！愣着干嘛？还不捡猎物？那边林子还有一窝野鸡。怎么了？嘘，别出声。前面有个超级大家伙。能让断骨境的他都这么严肃，绝不是善茬。在哪儿？什么东西？左前方500步，倒树下面，气味很重，很凶，闻着像猪，可比庄里的肥猪臭多了，也大多了。猪？野猪？
大雪天的野猪最暴躁，獠牙跟刀似的，蹭上就是个窟窿。老猎户都说宁遇豺狼，不碰野猪。我这具身子练皮境已是大圆满，可实战时灵，正面刚300斤的风猪，没底。怕什么？一个大家伙就把你吓住了？那猪精气旺，吃了它内脏，本姬说不定下蛋更快。为了下蛋，这鸡的脑回路。几百斤肉够我俩吃2月，还能卖钱洗白那5两银。我也想试试这身练皮大圆满，加上铁布衫护身，到底多强？干！不过得先计划。计划？一头蠢猪，冲上去干就完了。那是野猪，不是家猪，得智取。行，听你的。比想象的还猛，那种货色没法比。这破功酝酿半天，就这。好大的力气！红肿一片，皮却是好的，獠牙硬是没能拨开分毫。铁布衫护住了要害。就这，再来！铁布衫入门，进度16%、17.7%。他体力再垮，此消彼长，赢面在我。下去！成了，我真把300斤的野猪撂倒了。还行，终于把这头肥猪搞定了。今天多亏你，没你我搞不定这大家伙。知道就好，记得给本姬换精米。才入门就这么抗揍，练到大成，岂不真刀枪不入？这张皮削一削，能做好几件皮甲，保暖又抗揍。这么多东西，总不能扛回去。明天进关山镇，把这些换成粮药，还要给婉儿的一身新衣。天这么黑，山里那么险。相公，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回不来了。好了，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。相公，你受伤了。小伤，不碍事。相公，这些是……今天运气好，碰上头野猪，顺手解决了。野猪，10几年的老猎户都不敢碰的野猪，他一个人就解决了。他和几天前那个躺在草席上奄奄一息的病秧子，像是2个人了。这个男人，我好喜欢。这张皮能给你做件皮袄，还能给我做双皮靴。作假可惜了，这张先卖了，等弄到虎皮再说。温饱有了，明天进关山镇，把这些换成钱。这荒年才刚开头。
你要去镇上？把这些换成钱，买米买盐，再给你扯几尺新布。我衣裳够穿，多买粮才是正事。听我的，你现在是我媳妇儿，不能天天穿补丁。季大娘，家里交给你，护好婉儿，回来带精米。知道了，快去吧。这世道，普通人活得太难。若不是这身本事，我早冻僵在雪地里了。咦，罗宇，上次见他还病得走路打晃，这才几天，你这是？三叔早，进山打了点野味，拿去镇上换米。这叫一点，快赶上狩猎队半个月了。你一个人打的？运气好。吹牛吧，放牛娃能打野猪？我看是撞了狗屎运。那可是一头野猪啊！这罗宇，往常谁记得他叫啥？如今整个外庄都念叨他喽。哦，快看，是野猪肉，还有野鸡、兔子。这小哥一个人打的，厉害啊！小兄弟，你这些我全要了。猪肉25文一斤，兔子50文一只，野鸡80文，猪皮、毒牙各2两，再加300文，凑6两半，全包了。以后有好货直接送我店里。成交。这是我靠本事光明正大赚的第一桶金。钱是小事，练好功夫才是本钱。铁布三那副药浴方子，还得去把药抓齐。小哥，抓药还是看病？老先生，我来抓药。这是我照铁布衫残篇上的方子默写的。小伙子，你这是在练外门功夫吧？这老先生眼光够毒。是，练了点秋千把手，想配副药汤强身。你这方子有问题。这是铁布衫一类的横练功夫，拿药力淬炼皮膜筋骨，虎骨、川乌、地龙都是大热大燥、药性猛烈之物。偏偏少了中和燥气的甘草，护心脉的龟甲，没护住心脉的辅药，这药性泡进身子，就是这块药材的下场。照这方子泡澡，短期功力大进，可不出3年，药毒攻心，折你阳寿。这方子泡下去，人就废了。从那恶霸罗虎身上夺来的残篇，藏着这么大一个坑。这药，你还抓吗？多谢老先生指点，我差点就犯了大错。不知者无罪，你根骨扎实，是个好苗子。我不忍心看你走了歪路。制川鸡换成黑顺片，药性温和，再加猪肝草、倒龟甲、茯苓，药性调不伤根基。不光补全了方子，连用量都写得明明白白。老先生大恩，我没齿难忘，感恩高兴。免了，我姓孙，叫我孙郎中就行。你要谢我，往后进山打到稀奇野兽、好药材，都送我这儿来，我高价收。一定，这门贵人我结定了。50斤精米，50斤糙米。从今往后，我和婉儿再不用啃树皮了。婉儿戴上，一定好看。一趟买下来，那笔赃银连卖货的钱全花干净，这钱彻底洗白了。相公，
买了这么多，这是给我的。当然，以后我让你天天穿新衣。傻瓜，哭什么？看，白花花的大米，往后咱们顿顿吃干饭。孙郎中补全的方子，这回泡着才踏实。好了，这水还这么烫，能行吗？练功用的就要这个效果。相公，别过来，我没事。药力顺着经脉往皮膜里钻，18年积下的杂质全逼出来了。铁布衫入门进度8%、40%、70%。铁布衫入门进度温95，一次药浴就冲到95%，这身子底子厚，把药力全吃到了。哎呦，我的大侄子真是出息了啊！我还当你俩病秧子撑不过3天，没想到命还挺硬。大伯、大伯母，二伯、二伯母。听说你打了头野猪，卖了不少钱，发了财就吃独食，也不孝敬长辈。按咱罗家规矩，小辈挣的钱都得交长辈保管。把卖猎物的钱拿出来吧。给你留个3瓜2枣喝粥就行。钱我花完了。花完了？你骗人！买什么了？买了米，买了油，买了布，买了药。你个小畜生，有钱不孝敬长辈，自己挥霍。我爹娘的家产怎么没的？我这些年怎么过的？你们心里清楚。现在看我日子好过了，就来摆长辈的谱要钱。你们配吗？反了！罗烈，你个废物还愣着，上去掌他的嘴！小兔崽子，几天不见，长本事了。我今天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！武者，你是武者！现在还觉得我向你们教规矩？不敢了。你以前不是挺威风，不是动不动要打断我的腿？来人啊！打人了！再叫，连你一块收拾。滚！我娘家可是内庄主家，我这就去让主家收拾你。去告啊！我倒盼着主家来人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去告，就得先跟主家说清楚，当年你们怎么私吞我爹娘家产，怎么把我一个孤儿逼成放牛娃。主家是保你们罗家这私吞孤儿家产的丑事，还是卖我一个新晋武者的面子，把田产吐出来？你自己掂量。走吧，别惹他，另一条胳膊我可保不住了。滚！一个放牛娃一夜成了武者，这事瞒不住。内庄主家的眼睛很快就会盯过来。相公，打断大伯的胳膊，真的不会有事吗？放心，天塌不下来。从今天起，没人再敢欺负我们。吓得我腿都软了。那小啥时候成武者了？大哥那条胳膊废了，下手忒狠。废了才好，省得他成天在咱们面前抖威风。硬的不行，咱来软的。咱是他亲二伯、二伯母，亲缘。服个软，他指缝里露一点儿，够咱吃香喝大。
相公，你看我缝的咋样？我媳妇儿缝的都好看。别闹，活还没干完呢。2辈子头一回觉得这破屋里是暖的。相公，又是那种金蛋？对，又下了一枚，跟上回一样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你是武者，你更用得上。你不吃，那我也不吃，供起来天天看。吃，我吃就是了。快吃。浑身的乏劲儿一下全没了。铁布衫残篇，小城进度3%。这一拳能放倒一头牛了。丁，万兽之主天赋已刷新，可进行下一次点化。再点化它，离进化还早，倒不如给自己添个新帮手。姬大娘，醒醒，跟我出去一趟。本集刚下成蛋，累得很。给你找个帮手，往后你专管下蛋，让他陪我进山打猎。哼，算你识相。想找个啥样的？一条野狗，鼻子灵，能追踪，能看家，还能拉雪橇。那边500米外的山坳，我闻到一股很淡的狗味。真的？气味时断时续，这狗怕是快不行了。快不行了，那正好。别怕，我不伤你。都快没气了，还冲我低吼，有骨气，是个好苗子。检测到可点化目标，奄奄一息的流浪土狗，是否立即点化？点化。主人，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。这效果也太立竿见影了，以后你就叫大黄。稀薄的上古哮天犬脉系，灵鼻寻宝。看家狗？不，这是一台会跑的宝藏探测器。大黄，带我找宝贝。闻着香，吃了能变厉害的那种。主人，2脸外的山壁下有股很淡的药香。这是人参，100圈，100年的。哥，运气不赖，是株100年雪参，这东西灵气足，你吃了，说不定能直接破到断骨境。炼皮和断骨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大黄，你可真是我的福星。有了它，破断骨境就在眼前。听说没？罗烈叫那放牛娃侄儿打了，胳膊都撂断了。那小子成了炼皮武者喽！2口子去告状，还被几句话怼回来。看什么看？都散开！罗宇那混小子翻脸不认亲，早晚有他吃苦头的时候。好说法，他现在是武者，咱拿啥跟他斗？我怕刚起这个念头，就先被他压住了。废物，咱斗不过他，主家还斗不过他吗？可咱去告状，他把当年的事一捅出去。当年的事，空口无凭，咱咬紧牙不认就行。他一个放牛娃，几天就成了武者，身上准有秘密，8成是走了狗屎运，得了奇遇，把这个捅到主家去，主家能不动心？对啊，献给主家，
说不定还能得天大的赏。二管事罗坤欠过我爹一个人情，咱直接去找他。启禀族长，血灾越来越重，外庄佃户断了粮，人心惶惶。一群只会吃饭的废物！传令，今年祭祖贡品翻倍，交不出的逐出罗家庄，自生自灭。族长，佃户是罗家的根基，逼得太紧，怕生乱子，不如开仓施膏，安抚人心。仁德能当饭吃，如今遍地流民，自家都快不够吃了。大管事心太善，依我看，这反倒是个机会。哦，放出话去，雪灾里能活下来，缴够贡品的，来年开春准进内庄当护卫，还给功法。那些有野心的，自会去抢弱者的口粮。咱不费一粒米，白得一批打手。哈哈，妙！再加一条，祭祖前猎到100斤野兽献上来的，直接进内庄。启禀族长，罗辩、罗翠花夫妇求见二管事，说有要事。不见，让他们滚。让他们进来，我倒想听听，这种时候一个废物能有什么要事？小人叩见族长，小人要举报我那侄子罗宇身怀异宝，私藏奇玉。仔细说。那放牛娃从小病秧子，眼看要不行了，几天前不知走了狗屎运，病全好了，还成了练皮武者。他一个人进山，撂倒了一头300斤的大野猪，卖了肉，日子过得比我们长辈还好。族长您看，我当家的这条胳膊就是被那小活活折断的。你们是说他身上有能让他速成武者的宝物？一个穷放牛娃哪来的钱买药练功？准是得了天才地宝，一口吞下就脱胎换骨了。卡在这大圆满好几年了，若真有天才地宝，我这瓶颈说不定就破了。你叫罗烈是吧？这回举报有功，查实之后必有重赏。这事交给你，带几个人把那罗宇给我带来，我亲自问话。记住，动静小点，别声张。是，族长。还有5天就是冬季祭祖大典，罗宇住得又远又偏，眼下大雪封路，不如等大典之后再叫他来问话。可以，一个小小罗宇翻不了天，一切以祭祖大典为主。 5天，大典一过就拿你。泡完这回就冲圆满。铁布衫残篇，小成85%，90%。成了，大成了！进度停滞。卡住了。残篇只有前3层，练到头了。要么找完整功法，要么另辟蹊径。这百年雪参能助我破断骨境，可太金贵，不敢乱用。得找个懂行的，百草堂那位孙老先生。大黄，干活了，带你去镇上。去镇上喽！下。爽！大黄，等有了钱，给你配个纯金项圈。老婆，跑得更带劲儿了。才几天，又翻了近1倍。这狗真肥呀！炖了，够一家人吃好几天。那不是放牛的罗宇吗？走狗屎运，打了头大野猪。瞧他那狗样的！镇上有卫兵，他们不敢动。可一出镇子，正愁功法卡着一肚子火，谁撞上来，
正好试试我这铁布衫。小伙子，你又来了。孙老先生，小子有件要紧事，想请您长长眼，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先探探他是不是货。前几天在山里，我挖到一株药材，长得怪，我不敢乱用，请您给看看怎么用。哦，拿来我看看。这是99、100、101，荒年里竟有100年的极品雪参，这参果然是宝，越发得装。老先生，这东西很值钱吗？小伙子，这东西已经不能用钱来算了。州府里拍卖，世家宗门抢破头，1000两都有人出。1000两，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讳。这东西漏了腹，怕给你惹来灭顶之灾。小子明白，我想请教，这参该怎么用？我想拿它破镜。你想破断骨镜？是。这参药性太霸道，直接吞当场爆体，得配一副龙虎淬骨汤做药引才压得住。可那方子的药材凑齐要1000两银子，这方子我用不起，1000两银子打水漂，我犯不着。100年雪参当前，这武者竟说放弃就放弃。等等，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把把脉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的气机浑浑的不像炼皮境该有的，筋骨皮膜到了炼皮的极致，比刚破断骨的还强。你随时都能自动破镜。自动破镜？你是不是吃过什么洗精伐髓的大补之物？确实吃过一些。能养出这身根基，那东西怕比雪参还金贵。既然如此，你根本用不着龙虎淬骨汤。你根基已臻极致，只差一个契机，一场性命相搏，一次顿悟，或者一枚断骨丹。断骨丹，专门助人破断骨境的丹药，对你一离就够，只差临门一脚。小伙子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这株雪参卖给我可好？1枚断骨丹加2门功法，再加10两银，换你这株参如何？不知那2门功法是？这是完整版。这瓶里就是那枚断骨丹，挑2本，剩下3本我留着。我要金钟罩铁布衫和烈焰全谱，完整版比那残篇详细10倍。老先生，这交易我做了。痛快！以后有难处尽管来找老夫。放牛娃发了横财，那条肥狗炖了够吃好几天。这小子买了这么多，身上肯定有银子。话外那只犬，今晚兄弟们有口福了。二当家，那小子好像是个武者。怕个屁！老子练皮后期还带这么多兄弟，荒郊野外出了事没人知道。跟上！黑狗帮出手了，那小子完了。后面那几条尾巴跟了一路了。大黄，找个地方停下，有几只疯狗得教训教训。交给我。小子挺能跑，识相的把银子和那条狗留下，饶你一命。就凭你们也配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兄弟们上，打断他的腿！
这狗成精了！废物！这拳跟砸在铁板上一样，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走了狗屎运的放牛娃。不要，我错了。既然敢来抢我，就该想到这下场。大黄，黑狗帮还挺有钱，贡品翻倍，我们连自己都养不活。猎百斤野兽，入内庄得功法，这是要逼上绝路啊！逼外庄狗咬狗，主家坐收打手，好狠！罗宇，你又打到大猎物了。我练的残篇，原来只是前3层，修满9层，能摸到通玄境的门槛。主家、内庄，早晚都得给我让路。这么猛，才用了3成力，这本换来的烈焰全谱果然霸道。星火，把气息压成1点，爆出去，穿透力极强。相公，你在干什么？刚学的拳法叫烈焰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我一拳把他打飞。光有拳法还不够，得尽快破断骨境。孙林中说，我只差一个契机。这断骨丹就是契机。婉儿，我要闭关冲断骨境，可能要些时候，你守着门，别让人打扰我。好，你放心。姬大娘、大黄，守好门。知道了，谁敢来撒野？比抛妖玉猛烈100倍！不能晕，给我练！老天爷，保佑我夫君平平安安。炼皮大圆满，断骨初层期。成了，断骨境，炼皮到断骨，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强了不止10倍。这一拳能撂倒一头壮牛。你可吓坏我了，我以为你出事了。好了好了，我这不好好的吗？相公，你身上好臭啊！这是好事，说明你相公我又变强了。相公，你好像变好看了。来，看看你相公现在的实力。过几天就是祭祖大典，这回有底气了，正好去探探底。大哥，那放牛娃罗宇发了横财，还做狗拉的雪橇招摇。他那条狗养的油光水滑，炖一锅够补一冬。一个外庄放牛娃也配这么招摇？那狗那钱都该是咱们的。等祭祖大典一过就去找他，把狗和钱都交出来。他要是不给，就让他尝尝主家的威严。你是说我那2当家8狗带6个人，全被一个小子撂了？6个打不过一个小子1条狗，我黑狗帮的脸还要不要了？帮主，那小子叫罗宇，罗家庄放牛娃，几天前还病得快不行。病秧子几天成武者还独猎野猪，这小子准有奇遇。卡着断骨中期这么多年，要是能得他的奇遇，封锁消息，紧紧盯住罗家庄，查他个底朝天。是帮主，这仇要报，但不是现在，
谋定而后动。破了断骨镜，浑身是劲儿。大雪封山，猎物全是我的。大黄，你这鼻子太灵了！汪，地下3尺的东西，俺都闻得到。怎么了，主人？前面有个大家伙，比野猪大得多，在冬眠。多大？很大，气味浓得很，8成是熊。熊？好家伙，够吃大半个冬天。睡得沉，正是下手的好时机。大黄，你守外头，我进去看看。快，少说500斤。丁，万兽之主天赋已刷新，可进行下一次点化。冬眠中的成年黑熊，是否立即点化？熊也能点化？点化！主人，俺刚才不知道是您，差点伤了您，您别生气。还是头一回见这么悍的熊。行了，起来吧，不怪你。撼山破军熊铁憨，断骨大圆满。稀薄的上古蛮熊麦西亦能撼山之力，每击震伤内腹。断骨大圆满，能硬汉最迈后起，这哪是熊？这是一台移动坦克。鸡大娘侦察下蛋，大黄寻宝追踪，铁憨力大压阵。这万兽军团算是凑齐了。铁憨，以后你跟着我扛最重的活。吼，俺力气大，啥都能扛。有这一军团，往后打猎护家，我还愁个啥？真正做到让万兽为我囤粮。主人，这雪堆下面有一窝兔子。好，配合得漂亮。那边树上还有个鸟窝。有这军团，一天顶得过去10天。这么多猎物，太张扬要惹人眼红，低调点。熊！婉儿别怕，这是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这是我新收的宠物，叫铁憨。他好像会笑。铁憨可通人性了。铁憨，你好。罗宇，给你吃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别看他憨，一巴掌能拍花上回那头野猪。啊，这么厉害！相公，铁憨吃的比谁都香。能吃是福。这白米是上回卖野猪换的，够吃到开春。外头啃树皮，我这一家3兽倒过上神仙日子了。境界断骨初期，铁布山第4层，烈焰泉星火小城，已点化灵兽，猎地寻宝犬，撼山破军熊。下次点化刷新，还剩2天。先解决那只鸡那条狗，再进去抓人。被发现了，动手！这么大一头熊，一个放牛娃，哪来的熊？怕什么？不过一头畜生，给我拿下！铁憨，剩那个也别留。哦，知道了，主人。
低调个屁！有铁憨在，谁来都不怕。是时候亮剑了。威力又进了一层。组长，罗铁狼昨夜带4人出去，没回来。查到了，他去的是外庄那个罗宇家。罗宇又是他？罗虎、罗铁狼2个失踪的，最后都在他家附近。讲，能让断骨的罗铁狼无声无息没了，这罗宇的底细恐怕远超我们想的，或者身边有高手。派人先摸清他的底细，别打草惊蛇。是。收好，往后要用。相公，这2天总有人在门口晃悠。我知道，罗铁狼没了，主家坐不住了。那祭祀大典你还去吗？去。为什么不去？他们在暗处查我，正好，省得我一个个找上门去。祭祖大典，来多少我打多少。这小今天栽定了。大黄，铁憨候在庄外，主家几斤几两？来吧。就这些，20斤粗粮，你撂倒300斤的野猪，换了那么多钱，就拿这个糊弄主家？罗宇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打了野猪不献主家，换了钱也不上缴，就交20斤糊弄，你眼里还有没有主家？这就是藐视祖宗族规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活腻了！就这？这才几个呼吸，族长的大儿子就废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断骨境，他是断骨境的武者。放了我儿子，我给你留个囫囵，不然我送你那流民婆娘下地跟你团聚。贱种，放开我！我要你那婆娘，求生不得！好，我马上放。飞儿，罗宇，我要你陪葬！陪葬？你也配？什么东西冲过来了？他什么时候养了头熊？咱盯了他好几天，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？罗霸道，你不是要我陪葬吗？来呀！我堂堂断骨大圆满，能栽给一头畜生？好一个放牛娃！今天你连人带熊带那身本事都是我的，给飞儿陪葬！族长被那头熊一掌拍飞了，那头熊到底有多强？你说要送我妻子下地团聚，你儿子说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所以你们父子都该完。铁憨，解决他。放牛娃，他从前连头都不敢扔啊！爹，你怎么会？罗宇，你害了我爹，害了我大哥，你完了！我三弟罗云是雄关郡青云武馆的亲传弟子，他师傅是淬脉境大圆满的高手，等他回来，你全家一个都跑不了。说完了。你，青云武馆
翠脉境的馆主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会怕？你疯了！你知道翠脉境有多可怕吗？大黄，解决他！这条狗也是断骨境。今天的事我只说一遍，从今起，罗家庄不分主家外庄，都是罗家庄的人。谁不服，现在站出来！别说话，千万别说话！站住！青云武馆的人早晚会来。还有一句话，从今天起，罗家庄不收贡品，不收赋税。不收了，老实种地，就能安稳活着。谁再敢欺压克扣，我发现一个，办一个。多谢罗少爷，多谢罗少爷，多谢罗少爷。我不是什么救世主，只想让自己人活得像个人。站住！我们错了，以前不该那样对你。放过我们吧！当年这俩差点把我往绝路上逼，放过你们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大人有大量，求求你！大黄，留着比撂倒他们更难受。滚吧！家产、存粮全清点了，明天给我一份清单。是。再传句话出去，罗家庄换主人了。主人，那人刚才吓得腿都软了。那族长再横，也就俺一下的事儿。断骨初期，金钟罩铁布衣第4层75%，老母鸡、寻宝犬、黑熊。下次点化1天15小时，3天才点化1次，还是太慢。点化次数与配偶数量关兵，每多1位配偶，点化间隔减1天。配偶满5位，可同时点化2只。则跟老婆的数量挂钩。我一个正经好男人啊！配偶越多，与天地联系越紧，此乃天道。这丫头要是知道，会怎么想？算了，以后再说。婉儿，有话想说。相公，我有件事一直瞒着你。什么事？我其实不是普通的流民，我家在雄关郡，是开商行的。父亲叫苏怀仁，算是有名的商贾。我从小学琴棋书画，读诗书，是被当大小姐养大的。难怪他识字，懂规矩。慢慢说，我听着。荒年一来，天下大乱，几个世家盯上了我家的商行，说父亲囤粮抬价，其实是想吞我家产业。那天夜里，他们带着人闯了进来，爹娘为了护我，再也没起来。老管家带我从后门逃，他也没能出来。我一路逃，衣裳刮破了，摔进泥潭，哪还有半点大小姐样子，才逃到这儿。相公，我怕你嫌我麻烦，不要我。傻丫头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世，都是我媳妇儿。再说，我早就猜到你不普通了。相公，我还有个妹妹。妹妹？双胞胎，叫苏婉清，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，就是性子相反。
他从小爱练武，父亲把他送进了青云武馆，收了亲传。青云武馆，罗霸道三儿子罗云的地方。出事那晚，婉清就不见了。后来听说他被武馆除了名，再没了下落。相公，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你能帮我找找他吗？你妹妹就是我小姨子，我当然帮你找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青云武馆雄关令的那几个世将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感动我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。掌柜的，罗霸道没了。你说什么？断骨大圆满的罗霸道被一头5米高的熊一掌拍趴下了，连他2个儿子一块完了。这关山阵要变天了。听说了吗？族长被个放牛娃收拾了。放牛娃他不是快病没了吗？人家养了熊，养了狗，都是断骨精。罗少爷来了，快站好！拜见罗少爷！拜见罗少爷！撂倒了族长，免了贡品，这庄子往后他说了算。都起来吧，该干嘛干嘛。这就是一掌把族长拍趴的熊。以前我连这条线都跨不过来。罗少爷，您来了。粮食多少？仓里存粮3万斤。3万斤，分他1000多口，撑不过3个月。镇上现在粮价多少？粗粮涨到1两银子10斤了。光买粮，杯水车薪。传下去，明天点300青壮，跟我进山。进山打猎，这么大的雪。打猎的是我和我的伙伴，他们只管办猎物。那内庄这些人，您打算怎么处置？不动，从今往后，不分内外庄，都老实点。明天进山，正好寻第4只点化的兽。帮主，罗霸道父子是罗宇当众收拾的，当初灭咱们8狗那伙的也是他。报，当然要报。他再强，也只是一个人。去备麻药、毒药、生石灰、五兽夹。那头熊，我有的是法子。罗霸道没了，换了个愣头青当家。趁他没站稳，咱们联手把他端了。罗家庄的地盘，大家一起分。3天后，去把罗家庄收了。罗少爷，后院还关着罗霸道那3个妾室，都风韵犹存。您要是看得上，留下伺候。放了。啊！给他们些银子，让他们回家。罗霸道的女人，我没这习惯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相公，这是罗霸道的府邸，咱们住着好吗？婉儿，记住，这世道拳头大才是净道理，谁强谁就占最好的。我家当年不就是这么被人连吃带拿吞掉的？等哪天点化一只会盖房的兽，给你造座真豪宅。
这就是你说的轻壮。罗霸道把粮都紧着自己那几个儿子，外庄佃户只能自己扛。罗山，去仓库，每人再发5斤粗粮。昨天才发过，让你发就发。今天雪太大不进山，都回去养身体。活这么大，头回见主家给佃户发救命粮。罗少爷仁义，仁义啊！不想他们饿肚子，往后还得靠他们干活。相公，你真好。你呀，我出去打猎，你和罗山3个供奉，看好罗家庄。是。鸡大娘护着你，别怕。雪这么大，你真要去？去，有大黄铁汉，没事。天父眼看又能点化了，这一趟我要寻透真正的猛兽。主人，这儿有东西。雪地山药，好家伙，这一整个峡谷少说几千斤，囤粮的事儿先解了大半。主人，前面有个大洞，好多气息，像野猪，不止1头。能闻出多少头？至少10头以上，都很大。铁憨，守住洞口，别放他们跑。大黄，进洞，一头一头引出来，别惊动其他的。拍晕就行，别下重手，留着活的。3000多斤肉，够全庄吃1个月。一架火锹装不下。这些都归你拖了。丁，万兽之主天赋已刷新，可点化，次数1分1，间隔3天。寻宝有大黄，下蛋有鸡大娘，打架有铁汉，火力还是不够。这黑家伙点化了倒是个好帮手。主人，前方500米有个比野猪还大的家伙盯上我们了，身上热气腾腾，好像是老虎。老虎，真正的百兽之王。要是以前遇上百兽之王，我掉头就跑，可现在点化了他，我又多1头猛兽，凭什么怕？大黄，带路，我们主动过去，快走，免得他跑了。铁憨，东西放下，跟上。纯阳之体，阳气旺到了极点。想跑，晚了。铁憨，大黄，上，拿下他，留活口。速度快，力量强，经验老。可惜你遇上的是我。要不是这层护体，这一爪胸口就穿了。这就是霸主级的实力，越强越好，点化了才更强。铁憨，大黄，夹住他，别让他跑。差不多了。
别动，我不害你，相反，我给你们变得更强的机会。成年血虎是否点化？点化。这蜕变比点化铁汉还夸张。主人，烈焰血虎，白焰，淬脉后期可应接后期武者，喷火焚物，熔金铁，化不侵，百病不生。淬脉后期，好家伙，还是个移动的烤火炉。白焰，试试你的火。刚才气势那么足，这会儿倒像个猫科伙伴。白焰，你这么大，能拉雪橇吗？拉雪橇，那是啥？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鸡大丫探路，大黄寻宝，铁汉硬扛，白焰喷火，我的军团齐了。这是打猎回来了！快看那些野猪，至少10几头。别人是去打猎，罗少爷这是进货吧？白焰太扎眼，进庄前先让他去自由活动了。最新的底牌得先藏着。相公，你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看，给你带回这么多。这么大的雪，您一个人打的？这些野猪都还活着，让人宰了。今晚我请全庄喝猪红汤。明天让大黄带你们去关山偏北的山谷，雪地山药全挖回来。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真能喝吗？好久没沾过油顺了。这几年，眼睁睁看着儿子没了，孙子也没保住，活了60年，没听过哪个主家给佃户喝这个。一会儿罗宇来了，你给我跪下磕头认错。罗少爷来了！罗少爷饶命！饶命啊！都起来吧！从今天起，罗家庄不分内庄外庄，老实听话，做好分内的事。粮食有，肉有，房子也有。往后的日子只会越过越好。但要是有人不听话、不守规矩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今天我请大家喝猪红汤，管饱。罗少爷，您是活菩萨呀！以前咱们各占各的地盘，今天我把大伙儿凑一桌，一个放牛娃不到1个月就成了断骨境，这身上藏着天大的奇遇。镇守大人那边我早打点好了，到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年头少一个村子，官府不会多问。3天后10几家一块上，谁拿到他那身奇遇就归谁。他那些畜生，我自有法子。